公元2299年，全球能源枯竭，灵气复苏，远古妖兽觉醒，人类迎来了灭顶之灾，史称暗黑纪元。云正，你来讲解一下暗黑纪元结束的转折点。公元2329年，大侠道门协会研究出了适合人类修炼进化的第一部功法——海纳百川。自此，人类进入了全民修仙的时代。公元2415年，人类打赢了第一场胜仗，标志着人类反击的号角正式吹响。公元2600年元旦，全球人类正式成立蓝星联合政府，改年号为联盟元年。联盟历12年，全球72个安全区基地正式建立。坐下吧，上课认真点。炼气3层是低了点，但文化课在高考中有20%占比，高考还有1个学期，理论争取拿一个好成绩，也有希望考上学府的。至于炼气4层以上学员，你们更要巩固文化理论，进可冲仙门，退可保学府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欧阳远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老夏又给欧阳远开小灶，这有什么办法？你要是能突破炼气后期，老夏也能给你开小灶。不就是家里有钱吗？我要是有他享受的那种资源，现在也肯定炼气后期了。真的吗？人家是地灵根，你呢？还有1学期，完了！我炼气3层都还没突破，这样学府都考不上啊！哎，可能这就是命吧。以后每个周末我们一起去找兼职吧，凑钱买一支绿灵水冲刺一下，争取在下学期突破炼气3层，再冲一冲文化课，考入学府的机会还是有的。我感觉自己炼气2层根基还不稳，绿灵水那点微弱的灵气根本不够我突破的，就这玩意儿还要3000星币，哎，我可能连学府都没戏了。那陆茂，你考虑好毕业之后干什么了吗？还干什么？我们小区找保安都要求炼气后期起步，快递员的要求就更高了，至少要炼气大圆满，因为只有炼气圆满才可以驾驭雷茨3轮车飞行。我打算先送外卖，攒点钱买蓝精灵液辅助修行，争取5年内突破到炼气后期，娶妻生子，培养下一代。要是能有1枚灵石就好了。别做梦了，蓝星灵气枯竭上千年，灵石已经是管制品，禁止交易。还差1%啊！最后一道灵气，这玩意儿应该可以用了吧？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18年。这是哪里？我没回地球吗？会不会在神农架？还是在巴西热带雨林？一阶妖兽这么弱的吗？咦，这妖兽竟然没有妖丹，离谱啊！这还算不算妖兽？完了，2年充能1次耗尽，还没回到地球。野外遇到陌生人，要敬而远之，活着最重要。梁庄司，交出师傅的储物袋，我给你留条活路。怀师弟，你是师傅最疼爱的弟子，你为何要与外人合谋暗害师傅？师傅就是个守财奴，他守着偌大的家业，却一点都不肯露给我，不就是为了等我大哥回来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梁师兄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！好，那就莫怪师兄清理门户了。混蛋，是师傅的1件上品惊雷符！就凭1道上品惊雷符，可还没资格清理门户。是1件上品的木甲符，师傅你糊涂啊！师傅，徒儿尽力了。子轩，我终于可以继承老头子的碧落福堂了，再也没人阻止我们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你说的呀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嘛。没了你，师傅的东西可都是我的了。没反应，应该是死透了。去死吧！要引以为戒，每日当3省吾身，
狗否？诈否？帅否？红点和我的位置重叠了。实战课老师说，地图有人实际看不到，不是隐身就是屠吞。隐身是筑基法术，所以是屠吞。敌人就在东面。是哪位高门真传？子轩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阁下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回。我如果说我自己路过的，你信不信？怀家长辈杀我全家，我隐姓埋名就是为了这一天。这是小女子的私人恩怨，公子请自便吧。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。蓝蝉的傀儡师，这个世界的傀儡好差劲。擒贼先擒王，这才是对付傀儡师的上策。能身怀2颗丹药的修士，竟然怕我的下品灵气，他怎么看到这飞剑就客气了呢？还有那什么2境法术，说的应该是我熟练级别的火球术吧？这很强吗？班里至少有10几个已经有了熟练级别的法术了。看看他身上有什么。灵石，这特么是灵石，而且还是5颗灵石。蓝星灵石是管制品，黑是1颗价值20万星币，有钱也难买。这和蓝星的储物袋款式完全不同，蓝星的更精致，还能私人定制。已经有主了，幸好主人已死，磨个10天半个月就能消磨掉神识印记。这印记接近炼气大圆满，应该是他师傅。这里绝对不是蓝星世界。这里的灵气浓度是蓝星的10几倍，随便一个野外都堪比1阶灵脉，太不合理了。本地人的穿着类似古代，怀城远有5颗灵石，何子璇对下品灵气反应夸张，这些都和蓝星完全不同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下次准备充分些再来。赶紧先回去，老妈就快下班了。原来用灵石修炼是这种感觉，久旱逢甘霖。几分钟就提升4点掌控度，比在蓝星快太多了。蓝星有父母朋友，暂时回去就先好好生活。阿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刚去你房间都没看到你。妈，下次进来记得敲门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好好，你是成年人了，有自己的隐私了。下次我敲门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鲫鱼，今晚给你烧红烧鲫鱼。谢谢妈。老爸呢？怎么还不回来？他又出差了。上次江广高速被妖兽袭击，公司没能及时交货，亏了不少。后来江南基地和两广基地联手清剿了周围的妖兽，江广高速目前恢复通行了。这批货是买家急缺的，公司又急着回本，就多开出了30%的工资，急召司机出车。你爸接了这活，别担心，周围的妖兽都被清剿干净了，问题不大。距离你上次服用绿灵水已经半个月了，应该完全消化了。这支绿灵水你拿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半个月妈给你买1支。好的，妈，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。灵石剩4颗，丹药需鉴定。绿灵水对炼气4层效果甚微，突破后就能让父母不用这么拼命了。灵气长了2寸，按这速度，5天就能突破炼气4层了。灵石真是好东西，拥有灵石的怀城远为什么还只有炼气5层？海纳百川是蓝星最适合入门的功法，能一路修炼到元婴期，灵力中性平和，战斗增幅一般，后期可转修其他功法。你怎么回事？打你电话一直不在服务区。昨天一不小心把手机给弄丢了，今天打算去买个新的。对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打工赚钱啊！昨天不是你说的吗？也不用这么着急吧，这得从长计议。打个工而已，大哥你以为是起兵造反啊？还从长计议？我跟你说，今天的兼职我都找好了，保证比你从长计议3天3夜想出来的都要好。我就不去了，我今天还打算去买个手机呢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
今天可是段一雪女神生日啊！慕容大少包下了整个帝豪酒楼，他还邀请同学们去酒楼前当仪仗队，一个人500星币，整整500啊！只需要站2小时而已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我还要去我妈摊位帮忙，我妈一个人摆摊太辛苦了，今天实在是没法陪你兼职了，你自己去吧。那好吧，这钱你就没得赚了，班里很多人都去了，真是可惜了。欢迎光临，帅哥想买什么？你们这儿收符篆吗？当然收，这边请。田师傅，有人要卖符篆，麻烦您给鉴定下。年纪轻轻学什么符篆，浪费青春啊！你这年纪就该好好修炼，努力冲刺高考，修仙四艺都只会拖你后腿。谢谢前辈提醒，这是我家长辈炼制的，我只是帮忙跑腿而已。拿来我看看。一阶中品的木甲符，比例不稳，符文不均匀，整体结构倾斜，垃圾中的垃圾。我一定会转达您的建议的。这符照能卖多少钱？这种垃圾算你500星币一张吧。田师傅，这符照的威力如何？有没有什么地方画错了？虽然这符照的流派非常新颖，符文也基本有效，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但这手法太烂了，威力至少低了30%，垃圾，太垃圾了。你们这收丹药吗？您要卖丹药？收，当然收。您稍等，我找我们经理来。是小兄弟，您要出售丹药吗？是，就是品质不太好。没关系，品质再差都行，药力流失不多就行。你鉴定下，我朋友第一次练，品质可能不太好。这补气丹难度高达7%，这是要吃死人啊！炼丹手法相当差劲，这你家里哈士奇炼的吗？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丹药倒很新鲜，药力保存完好，确实是刚刚炼出来没多久的，有回炉分解的价值，算你15000一颗吧。这已经是极限了，帅哥，你这丹药实在太差劲了，简直就是毒药嘛！回炉分解成绿灵水或者蓝精灵液，损耗也很大的，最多给你把灵草的成本价补给你。成交。小兄弟，这是我名片，以后如果还有丹药出售，随时联系我。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还有这么多钱，再买点什么吧。欢迎光临，给我随便来5把下品灵气。好嘞，您稍等，我要最便宜的。后来我奔波于各大商店购买物资，一次两次还好，频繁兜售另一个世界的物资肯定会引来麻烦。3万星币是小钱，没人在意，以后金额大了就得想办法合理化。整个帝豪酒楼张灯结彩，临时展台和装修花了大几百万，就用1天啊！我如果有这些钱，别做梦了，人家慕容白的老爹可是嘉北区排名前3的富豪。他们俩站在一起真是金童玉女，要颜值有颜值，要天赋有天赋，还都是地灵跟天才。那天生日还来了个大人物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是谁啊？大夏区域3大巨头之一的百草阁。百草阁嘉北区域经理庞康亮，庞总。这庞总很出名吗？他可是草根出身，如今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了人生巅峰，可是我辈楷模啊！慕容家算厉害了吧？如今也得仰仗庞总鼻息，他一句话，慕容家就能少60%收入。这庞总到底是什么大人物啊？金丹真人，自己才卖了2颗丹药，就遇到如此大人物，真是倒霉。蓝星是大本营，得小心谨慎。又是丹一颗，炼丹师没前途啊，还不如送外卖呢。不如取消丹一课吧，4亿选试也不会有人选择炼丹吧？取消丹一课，你就看不到岳老师喽？你确定吗？丹一课还是要上的，我爱上丹一课。之前我们学习了炼丹的前3个要素：控火、淬炼、凝丹。今天来复习一下。控火最简单，只需根据丹方调整程序中的火焰强度和时间，接着根据步骤放入灵草。雄厚的灵力，足够的经验是降低丹毒的关键。最后一步，凝丹。联盟智脑已将法诀都推演到了极致。好，今天的丹艺课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疑问吗？你叫云正是吧？你有什么问题？岳老师，如今联盟中修仙4艺的门槛并不高，其中因为草药的稀缺，导致炼丹师无药可炼，算是混得最惨的了。那如果我要走炼丹师一道，以后怎么才能养家糊口呢？换言之，炼丹师有什么出路？哗众取宠。
如果你真的要选择炼丹师的话，出路有3条。第一，考上大学，以3阶炼丹师的成绩毕业，那你就可以在任何学府或者仙门层次的大学中留校任教，这是炼丹师最好的出路，也是大部分炼丹师的选择。第二，炼丹略有所成，开一家小丹药铺。第三，悟性超群，踏入4阶炼丹师之境，那你就会成为联盟的精英人才，受到整个联盟的供养。最后这2个方案我都不推荐，一个过于平庸，一个难如登天。灵草非常稀缺，普通的丹药铺是怎么获得灵草炼丹的呢？下课了，云正，你在放学之后来我办公室吧，我再详细和你讲解。好的，老师。混蛋，岳老师竟然亲自给他开小灶，真是个心机 boy。就是，以前还真没看出来，云正这家伙竟然这么奸诈、卑劣、无耻。被发现了。今天我们来学习飞剑术的一些技巧，这是贯穿修士一身的基础法术，哪怕一些金丹真人也依旧需要使用飞剑，只不过他们的飞剑法术会更加高级，但这些都是以1阶的飞剑术为基础的。蓝星有一句话叫做飞剑永不过时。我呢是个实战课老师，但这学期都在给你们讲一些理论知识，纸上得来终觉浅嘛，实战课的精髓就只有实战。下周一这学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将给各位举行一场真正的实战演练，你们可以自行寻找对手向我报名，没找到对手的，到时候就由我指定。对战2人的实力差距不可以超过1个小层次，不然就没有实战的意义了。欧阳远，你收集下名单。好的，罗老师。云正，听说你火球术突破熟练层次了，我也是主修火球术的，我们切磋一下经验怎么样？不了，你修为还比我高1个层次，肯定你厉害。云正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没打过就认输了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认输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怎么就扯上是不是男人了？你修为还比我高呢，还硬要和我比，这就很男人。你怎么不去找炼气5层的比？真正的勇气是敢于站在比自己更强的人面前，并从中汲取力量。好，云正，你真是我最佳嘴替。你真的想走炼丹师这条路？没有，还不确定，只是想先了解一下再做打算。现在炼丹师的处境也并不乐观，以1阶为例，每月能9折买3份灵草，再原价买3份灵草，而炼药巨头会以市场价回收。现在大部分低阶炼丹师都只能吃着每月5000多的低保，这是我最近1年的1阶灵草份额，你去药手局就能领到。钱我打过去了，先给你垫付了。下个月你只需要成功炼出1炉补气丹交给我就行，失败的话你就不用来找我了。谢谢岳老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妈，这周我都请假了，打算闭关几天，好好吸收绿灵水的药效。绿灵水你还没用吗？我本来就打算放假了再用，服用药剂最好是一次性吸收，断断续续影响药力。完全吸收绿灵水需要连续修炼7、8天呢，平时要上课可没时间好好消化。好吧，那这次要几天？饭菜我给你送去房里。不用了，我准备了很多吃的。出来吃个饭也不影响吧？妈，哪有人这么闭关的？要不要我再出去溜达一下消消食？好吧，那就依你。炼气4层成了，考入学府10拿9稳，理论课考700分以上，还有机会冲仙门，战斗续航和法术力力都提升了。有生物反应。系统提示：实力超炼气期，是筑基大修士。民用设备检测上限，紧刀筑基。
喂，你第一次来啊？是啊，这访视有什么规矩？1块零食的通行费。大姐啊，身上零食耗尽，这次必须赚回零食，否则下次传送都成问题。蓝星根本搞不到零食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这来了个愣头青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怎么卖？1颗下品灵石可换1张1阶下品符传或10斤灵米，1阶下品丹药需2颗，最差下品灵气也要7、8颗。这个世界修仙4易，地位高，符传最易，炼丹次之，阵法再次之。炼气最难，炼气需阵法起灵，导致灵气稀缺，炼气后期修饰才用得起。大势力弟子更容易获得，而蓝星 AI 布阵，炼气工业化，低阶灵气普及。诶，这不是碧落福堂的符传吗？怎么卖？和碧落福堂一样的价钱，1颗下品灵石1张。那我还不如去碧落福堂买呢。谁知道你这是真是假？2颗灵石3张，怎么样？算我王黑虎欠你一个人情。碧露福堂的掌柜天德大师死了好几天了，可惜他技艺不精，只能制作1阶下品符传。这可是我之前买的天德大师出品，爱信不信。好吧，那给我来2张。下品灵气看看不？不看，买不起。这位大哥，你这飞剑怎么卖呀？全新的下品灵气飞剑，按照市场价10颗下品灵石1把。我能试一试吗？没问题。我要2顶。好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。我的飞剑有3个月保收期。保收期？刚刚那女的什么来历？这么有钱？那是飞云六侠之中的大哥柳贝龙的独女柳灵儿。杨执事，我想要租一间洞府，请问怎么收费？我们有天地玄黄4品洞府，所有洞府10天起租。黄品洞府无阵法，只是提供住处，2颗灵石可租10天。玄级洞府有一座1阶杀阵守护，10天5颗灵石；地级洞府10天需要10颗灵石，有1阶灭魂阵守护。另外还有一道穿云剑阵，就算炼气大圆满修士也不敢攻打。至于天气，可以了，为了小命，10颗灵石值了。早知道在蓝星买个阵盘过来。杀阵威力一般，警示阵名副其实，识别阵法的眼光还是有的。那是天级洞府府区域，竟然有人闹事。访视守卫攻打天级洞府，竟是因为华家丹药铺以次充少。不信你试试干。灵儿，你也太大多少变异了，出门在外不能相信任何人。若是那人当场出自爆了他的灵气，不要以为在访视内就很安全。爹爹的仇家不少，敢拼命的也不在少数。大哥，别怪灵儿了，我来试试这飞剑吧。不行，万一是仇家的阴谋呢？大哥，我可是体修下品灵气而已，就算自爆了我也死不了。这能是下品灵气？天下竟然有如此灵气，此人在炼气之道上堪称绝冠天下。若我等每人都有1柄这样的飞剑，就算1阶圆满的妖兽也能轻松围杀。二弟的飞剑之术什么时候有如此造诣了？不是我的飞剑之术有提升。灵儿，此事不要声张。明日你再去那人摊位，将剩下的飞剑都买下，速度要快。就说你喜欢这飞剑的款式，打算送给闺中密友。那人绝非我们能轻易接触的，你们千万不要有多余的念头，安分守己就好。大哥说的对，你们感受一下这柄飞剑，就能知道那位前辈的深不可测了。此等飞剑，如似仙雾落入凡尘，其中正映衬的为仿若天成，不似人力可为。这飞剑一出现就是5柄，款式一模一样，新的就像刚出炉似的，必然是刚刚炼制不久。这是我等的机缘啊！下品灵气不算什么，重要的是我们能结识如此前辈，这是长生路上的一缕仙缘啊！二哥眼光独到，我想一同去见前辈。若是引起那位前辈不销，只怕他会立刻销声匿迹。此等奇人，大多性格怪异。灵儿能在他手里买到飞剑，那是灵儿的缘，还是让灵儿再去试探试探。大家稍安勿躁。这院子是谁的？竟然布下了如此霸道的聚灵阵！呵呵，蟾蜍道人就别酸了，能布下聚灵阵的人是你可以得罪的。不会是碧落宗的真传弟子来北荒大山历练吧？碧落宗的真传，那可都是筑基种子啊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哼，宗门弟子了不起呀！老道当年也差点拜入碧落宗，就差了一点点。哟，蟾蜍道人又要开始提他的辉煌人生了。滚！
该出摊了，手上的灵气卖完，再买些灵草就能回去了。今天人怎么这么少？自认有本事的都出去了，当然人少了。为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当然是大事。大哥，你昨天的飞剑还有吗？有，怎么样？用过感觉还可以吧？还行，主要是款式比较好看，我有几个闺中姐妹也很喜欢。所以今天有发生什么大事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整日忙于生计奔波，哪有空关心这些？昨夜华家被灭门前，将北荒大山的黑木林有一株三叶圣莲即将成熟的消息公布了出来，炼气后期的修士们都疯了，全都赶过去了。听说华家就是因为这事被碧落宗灭。三叶圣莲，难怪了。三叶圣莲是2阶灵草，炼制筑基丹的主要之一，能提升筑基几率，难怪修士们争相前往。自己有2阶资源，没必要冒险争抢，安全第一。左道友，你这月牙草怎么卖？色泽暗的1颗灵石5株，色泽亮的1颗灵石2株，边上的1株化炎喷要2颗灵石。这个，还有这些，我都要了，每样10种。老板大姐，一共24灵石，我给你打个折，你给22灵石就可以了。下次有需要还来光临啊！咦，这是武学典籍？哦，你说这个基础武学典籍3研法，基本都是卖给一些刚入门的普通习武人，2颗下品灵石1本，不值钱。感兴趣的话，这册子就送你，随便看看了。这武学典籍居然还是批量流通的。怀璧其罪，得再快些离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。3个硬茬吗？有点麻烦。抢灵石的不太可能，这几天我也就赚了几10块灵石，也不够你们分啊。老夫蟾蜍道人在这碧落坊市也小有名气，自然看不上你这点灵石。不过草婆夫妇还是有些兴趣的。至于我，要聚灵阵。聚灵阵？可我没有这个。哼，还在装傻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1阶上品金刚符，2位该出手了。浩光符纸，它就是瓮中之鳖。这是什么符阵？木灵卫士，下品灵气，此子难道是大派弟子？今日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此飞剑怎会如此锋利？穷寇莫追，这是罗山老师强调的野外生存准则。对方实力远强于自己，没有金刚符保护，自己可能早已丧命。炼气后期修士大多去争3叶圣莲，坊市附近高手少，没人来捡漏，得尽快离开。拐杖能转化腐蚀之毒，做工粗糙。碧落坊市能卖7、8颗下品灵石，储物袋神识印记较弱，4、5天可消磨掉。荒山虽有妖兽，却比坊市安全。方圆3公里无妖兽，是暂时藏身之所。这次回去必须买个阵盘，野外需要大本营，坊市穿越一暴露。战斗果然是最快的提升方法。炼气中期进阶所需灵气是初期3倍多，这是根基不稳，小境界突破应顺其自然，否则影响后期瓶颈。2个储物袋的神识印记快消磨完了，蟾蜍道人的今晚就能打开。好粗糙的功法，仅能吸收周身1米灵气，
运转一个大成天需5小时，灵气利用率仅1%，这功法毫无用处。海纳百川入门级就能吸收30米灵气，利用率34.2%，熟练级更甚。原来蟾蜍道人要的聚灵阵就是我的海纳百川功法。碧落坊式修士功法粗糙，即便有灵石也难快速吸收，丹药吸收率高更受欢迎。但单独种无法长服，蓝星修士缺灵石和丹药，自己的2界机缘远比想象中大。这功法粗糙至极，仅能吸收周身1米灵气，运转大周天耗时久，灵气利用率极低，毫无修炼价值。海纳百川能包容一切功法，无需担心转修风险，正好可研究异界功法的可取之处。2界法术威力相近，蓝星法术经吃鸡推演，必有优势，后续可深入研究。闭关5日已突破炼气4层，如今身无分文，当务之急是赚钱倒卖2界物资，先完成岳老师的炼丹任务，成为炼丹师就能获利。您好，第3高中的同学，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？你好，我老师让我来领灵草。查询到月熏柔有80份1阶灵草份额，使用单方补气丹，本次消耗份额72份，金额已支付，领取人云正，为你取号第312号。您前面还有21人在等待。药政局规定需上报单方，补气丹需12种灵草，可开6炉，多余份额可结转。我的份额为什么没有了？我可是1阶炼丹师啊！我有药政局丹师鉴定中心颁发的炼丹师证书的。老师傅，您这证大检没过啊？放屁！我上半年检过了的。30年一次的大检您忘记了？您没有参加啊？默认放弃了。什么大检？我哪知道？你把份额给我，不然我要去江南基地投诉你们。这可是我们一家老好的经济来源啊！你们说断掉就给断掉了。这是新鲜灵草，没有做过任何锁定药力的措施，灵药药力会很快流失的，建议半个月内处理掉。好的，谢谢。老东西，你也太废了！以前每个月还有1000多的丹药低保，现在连1阶炼丹师的身份都没了，以后我吃什么？阿康，是爷爷没用，爷爷老了。别废话了，我要5万块。算了，我们分手了，5万块都拿不出，还装霸道总裁。小丽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？我可怎么活呀？今天是岳老师您值班啊？哦，云正啊，你这是来交丹药了？老师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没有设备怎么炼丹？我是来租用炼丹研究室的。哦，瞧我，忘了你需要设备，一般家庭可没有私人炼丹室，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要大几十万，算很不错的了。外面租赁炼丹设备一天要4、5千，学校里只要500一天。去吧，6楼602炼丹实验室，进去后注意查看使用说明。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询问机器人小雨。不用付钱的吗？算了，我用我的权限给你开了，我还有100多天单独使用权限，用不完的。谢谢岳老师。您好，云正同学，我是炼丹机器人小雨，请问您要炼制什么丹药？补气丹。补气丹单方已输入，已选择最优炼丹方式，请根据提示进行炼丹。丹炉正在预热，请在5分钟后根据提示投入第1株灵草——百叶玲珑草。一共192株，总能成功1炉。不能在这里开完所有炉。云正同学，炼丹炉已准备就绪。您提前了0.9秒投入灵草，由于是第1株灵草，对炼丹结果影响不大。请注意，投入灵草时间请与倒计时0同步，而不是1。紧张了，再来。请在左侧把手上输入灵力，注意感应丹炉内情况，控制火力，开始淬炼药力。百叶玲珑草已经化成灰了，你到底会不会炼丹呀？我会努力的。果然是第1次炼丹。被小雨鄙视了吧？请注意淬炼百叶玲珑花药力，目前百叶玲珑草剩余药力32%，剩余丹毒46%，建议以3成火力隔开2株灵草，建议以丹方中第3法诀淬炼。
有天赋，第2次炼丹就能到第7株灵草了。6份灵草应该够他炼出1颗合格的丹药了，有1颗就不错了。药力淬炼不足，单独超标率800%，建议云正同学你转行吧。药力淬炼完毕，继续淬炼会导致炼丹失败，请确认是否凝丹。确认凝丹。请在10秒钟内施展凝丹法诀。经检测，单独分别为9.4、8.9、7.8，单独全部超标，本次炼丹失败。以下是失败原因，正在打印中。该休息了。这小子是吃丹药了，不会吃了自己炼的毒丹吧？丹毒那么高也敢吃，不要命了！以他的家境，不该这么奢侈用丹药恢复灵力。这小子炼丹天赋不错，不能毁在家庭条件上。不管成功与否，都得资助他。灵丹法诀上了面板，掌控度提升就快，不用像别人那样积累经验还要考虑。岳老师好，结果怎么样？失败了，还需要努力。实验室监控果然在拍，幸好没拿碧落坊市的灵草，浪费老师的灵草了。没关系，老师家里有矿，这点灵草根本不放在眼里。这是丹鼎俱乐部的会员卡，卡里有3000多积分，可听炼丹大师的 VR 课程。多谢。俱乐部有1阶灵脉修炼室，每月还有线上炼丹师交流会，福利很多。怎么才能加入丹鼎俱乐部？2阶炼丹师门槛，不过这卡可以借用，我会开放后台权限，你刷脸就能进。谢谢岳老师。虚荣，刘康，多年没见了。老师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了也不联系老同学。我最近才听说你回嘉北区了。去年回来的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开了一家丹药公司，生意还不错，每年有1000万流水。那挺好的。一起吃个饭吗？我做东。不了，学校里还有事。岳老师给的灵草只剩最后1炉了，不能再在学校炼丹，否则监控会暴露碧落坊市的灵草，每株灵草都能追溯来源，金手指绝对不能暴露，必须要有自己的炼丹设备。我要出售丹药。兄弟，你又来出售丹药了。庞经理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全是毒丹，算个价吧。全是毒丹还这般坦然，这小子哪来这么多丹药？兄弟，请喝茶，这可是快绝品种的好茶呀！谢谢，都是老师给的灵草，可惜被我浪费了，都是些毒丹。你打算辅修炼丹？是啊，我对炼丹很感兴趣。毒丹15000星币一颗，小兄弟，我算你40万星币。去查查这丹药来历。是，庞经理。原来是岳家千金，难怪这么大手笔。当年我要是有这样的老师，也不至于蹉跎了这么多年。一夜暴富，但这都是岳老师的资助，这份恩情日后必报。炼丹炉控火是关键，便宜的几千星币，贵的上不封顶。AI 系统最便宜2万起步，傻瓜程序几千块，但效果有限。绿蛙 AI 包含补气丹、醒神丹、斗灵丹3个单方程序。丹鼎俱乐部是大夏大区最大炼丹师俱乐部，有空得去看看。上次被蟾蜍道人打劫，得备点防身之物。圣主教因频繁采买物资被盯上，一次性买10件制式灵器太显眼，自己之前买了5把飞剑，现在又想再买，符咒也买了不少。一个学生这样采购，怕是已经被盯上了，近期不采购了，除非有正当使用途径。阵盘也暂时不买了，穷得令人发指。好歹是炼器后期修士，可修炼到炼器大圆满，比3言法好，但依旧粗糙。
后期会毒入五脏，损伤根基，折损寿元，仅相当于炼气6层全力一击。自己有下品灵气铠甲，完全不惧，这才是最实用的收获。怀天德的储物袋，还需5、6天才能开启。突破炼气4层后，神识提升，消磨印记的时间缩短了。修士最重要的就是战斗力，不要以为高层都是靠嘴皮子上去。蓝星联盟是靠战绩说话的地方，以后你们就会明白。现在实战课开始，效益已就绪，我会看护，放心动手。禁用丹药和符篆，只能用制式飞剑。第一组陆茂对战田江，基础还算扎实，最后半年努力提高修为。下一组欧阳远对战罗子星。实战演练点到为止，你怎么能下毒手？我也没想到他躲不过，实战就得全力出手。不是你让我们放心出手的吗？你不是会看护的吗？谁能知道敌人会暗藏什么底牌？永远不要轻视敌人，除非敌人化为灰烬。这不是你教我们的野外生存7大准则吗？下一组云正对战邵进，肯定是他做了手脚。你怎么会同意和他打的？没事的，信我。嘿嘿，你嘴很厉害嘛？不知道你的剑有没有你的嘴锋利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准备好，开始！炼气4层。熟练期飞剑术，岩甲术！好痛啊！痛死我了！救命啊！入门级的飞剑术太差劲了。云正，你下手也太狠了点吧？和你比，还差了一些。你还敢顶嘴？好，好。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云正同学的高招。回去，实战演练的规则我刚刚没说过吗？云正同学从头到尾就用了一招，不存在故意下狠手的问题，比你刚刚的表现可好多了。他故意隐藏实力，这是偷袭。你在教我做事，滚回去！你就等着被投诉吧。云正，敢不敢单挑？不打，有本事你去揍罗山老师啊！找我干什么？实战课公平对决，哪有人输了还不服的？修士对决有损失也难免的嘛。哼，区炼气2层，大学都考不上，你也有资格和我说话？信不信我让你今天回不了家？对这种幼稚的一己之争，我原本是不感兴趣的。既然你盛情相邀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下学期吧，就3个月后，怎么样？那我就给你3个月时间，到时候我就让所有人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云正，你疯了！以欧阳远炼气后期的实力，打你就跟打儿子似的。炼气7层是坎，灵力凝练度和品质都远超中期。有你这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吗？说点好听的。云正，你什么时候突破的炼气4层？好羡慕啊，学符稳了。看，我们田同学就很会说话嘛。你买的电冰箱吗？是陆茂买的，他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，打算学炼丹吃低保，但是又不敢让家里知道。只能邮寄到我这里了。不会是你想学炼丹吧？怎么可能？妈，我突破了，高考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，炼丹狗都不选。什么？你炼气4层了？喂，老公，儿子突破炼气4层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正。你爸最近不回来了，他打算再拼一拼，在你高考前给你买上2份蓝金灵液。艾乐，你们鸡娃这么拼的吗？以前怎么没见你们鸡娃鸡的这么凶啊？绿灵水3000一小瓶，只对炼气初期有效，学府基本稳了，不用这么浪费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蓝星修仙高考不能复读，一考定终身。底层修士家庭常态就是无存款，供孩子上学加房贷车贷也耗尽父母收入。老妈，你别打扰我。又闭关？你不是刚刚闭过吗？炼气4层。就是闭关的结果。好，妈不打扰你。炼丹设备可能有后门，去异界炼丹更保险，避免不明灵草来源暴露。
新设备还未适应，虽不如学校的，但差距不大。一晚上高强度炼丹，得传送回去睡觉。野外妖兽多，不敢久留。储物袋隔绝信号，不怕设备有后门。来回传送加炼丹消耗4颗下品灵石，现在还剩51颗，财大气粗。不在乎这点消耗，继续练，不成炼丹师誓不罢休。要的是蓝星炼丹师身份。老子终于成功了！还有最后一路，冲！11炉共110颗丹药，合格丹药8颗。蓝星来路清白的灵草只剩1炉，最多能拿出10颗补气丹，5颗上交岳老师，其余可自行处理。碧落坊式丹药价格高，一本万利。喂，岳老师早上好，我成功了。啊，你炼出合格的补气丹了？对啊，我回家复盘了10几次炼制过程，这才侥幸成功。好，你送来看看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对自己前5次的炼丹过程进行了不断的复盘，反复专研，认真思考，深入探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干得不错，天赋勉强还可以吧？原来这成绩算勉强，看来自己炼丹天赋一般，幸好只是为了赚钱。老师，我打算去申请1阶炼丹师认证。拿去吧，有推荐信你就不用自己准备灵草了。这5颗补气丹你也带走吧，以后在炼丹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还有这种认证方式，谢谢岳老师。对了，岳老师还有其他丹方吗？我想试试炼制其他丹药。你想学什么？归元丹、破障丹、正阳丹、清风丹，这些我都可以教你。1阶上品破障丹可以帮助修士突破炼气6层到炼气7层的瓶颈，价值7万星币一证。这个可以，老师，我要学这个。你才刚刚学会炼制1阶下品丹药，就想学1阶上品丹方，不要好高骛远。我最多给你一份1阶下品中品的丹方吧。老师说的有道理，那就固脉丹吧，可强化经脉，巩固根基，增加修炼大周天次数，价值5万星币一枚。岳老师就这丹方吧。这种丹药适合资源充足的富家子弟服用，基层修士资源匮乏，修炼的时候根本无法达到经脉极限。我明白。你们的修炼速度也完全不需要丹药来巩固根基，丹药不要吃太多，积累了丹毒会影响突破的，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寿元。好的，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获得一个丹方也这么开心，真是一个热爱炼丹的好苗子。恭喜云正同学成为1阶炼丹师，去大厅3号窗口办理炼丹师证书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这是您的炼丹师证书。您好，第3高中的云正同学，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？我需要购买灵草，请选择使用丹方：补气丹、固脉丹。固脉丹。清风草缺货，化岩参缺货，玉叶枝缺货，是否确认使用固脉丹丹方？怎么会缺这么多货？除了补气丹所需灵草齐全，其他丹药灵草都缺货，下个月请趁早。小朋友，你刚刚成为炼丹师吧？是啊，为什么其他丹药的灵草都缺货？就算你下个月第一个来，也不一定有货。补气丹是最低级的丹药，药方中的灵草对灵气要求极低，因此联盟才有足够的储备。至于其他灵草，嘿嘿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有人蹲了1年多才凑齐1炉1阶中品丹药的灵草，基层的炼丹师只能用补气丹丹方领取补贴啊。蓝星炼丹师处境竟如此恶劣，难怪说狗都不学炼丹。不过自己能炼补气丹赚钱就行，其他需求可去1阶。兄弟，你又来了。庞经理，我打算卖几颗丹药。你成为炼丹师了，运气好，勉强考过。1阶炼丹师的每月额度对企业很值钱，合格丹药价值3万1颗，
毒丹15000一颗，10颗一共22.5万星币，缴税20%，实际到下18万星币。自己在蓝星赚钱渠道有限，能出售的都已出售。云正兄弟，你是打算采购什么吗？打算买个阵盘，寒假去狩猎场历练一下。我有一个淘汰下来的阵盘，云正兄弟，你瞧瞧。什么阵法？1阶上品丙火诛邪阵。买不起，1阶上品阵盘至少20万星币起步，堪比一个储物袋。不要钱，反正这阵盘我也用不到了，就当我借给你的，交个朋友嘛。多谢庞经理，无功不受禄，不用了。岳老师的资助可收，庞经理非亲非故，这人情怕还不起。活得这么通透，年轻人可真是少见。1小时花了10几万，相当于父母2年多积蓄。幸好有岳老师资助。才练气4层啊！你确定要去狩猎场？我准备的很充分。好吧，门票1万星币，只能待3天。击杀妖兽不能超过3只，身上有跟踪器和战斗记录仪。狩猎场除大陆无监控，超3天每天额外付3000星币，超10天会搜卷，搜卷费每天10万星币，还会被拉黑名单。好的，明白了。修仙真烧钱，以前根本没机会来这种地方，基层更愿意把钱花在绿灵水上。应该是其他修士搭建的，很久没人来了，附近无监控。赤炎炎火云阵极限范围方圆3公里，范围越大，灵力消耗越多，威力越小。缩小到方圆10米，威力达极致。蓝星缺灵石，需修士注入灵力维持。我有灵石够阵法消耗数月，不用来回传送浪费灵石。终于有自己的安全屋了，晚上可以住在这里，节省传送消耗。水遁，引导人，你攻他腹部伤口，天犬子快用你的金剑斧。幸好这黑甲巨力蝎突破1阶后期失败伤了元气，不然我们未必能拿下他。可惜了桃花仙子，若他能再坚持一会儿，出来猎杀妖兽，哪有不见伤亡的？我辈修士该早有觉悟才是。好了，先处理后事吧。谁在那边？路过，我纯属路过，在家门口遇到围猎妖兽，还不能来看看。7人围攻1阶中期妖兽，还出现折损，实在不济。在下吴逸仙，人送外号催命铁锤，小兄弟怎么称呼？云墨邪。出妖丹了，太好了，这一趟值了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你这是要去访视吗？没错，正好我们顺路，一起赶路也好有个照应。这北荒大山妖兽遍地可不安全。1颗妖丹足以让炼气后期修士心生妄念了。我等获得妖丹之事，不可让任何人知道。既然你看到了，我们就一起走吧。到了访视就好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恶意。也好，麻烦各位了。哼。不要吃别人给的食物，野外生存7大准则之一。咦，小兄弟，你这干粮可真精致。我自己做的，面粉加点儿，然后发酵，再加个肉肠，吃的这么精致，绝对是世家子弟。你们听说了吗？3叶圣莲被飞云六侠取走了。什么？你瞎吹什么？飞云六侠再厉害，也没资格火中取逼拿下3叶圣莲吧？听闻碧落宗圣子炼气大圆满的镇魔手陶谦也来了。不止呢，还有附近几个大派的圣子都来了。五云山圣子邢无双、祝家少主祝白山、万花谷圣女白淼，个个都是炼气大圆满啊。飞云六侠的大哥柳东龙不过刚刚突破炼气9层而已。另外还有2位炼气8层、3位炼气7层的兄弟，他们怎么在诸多大派圣子手下取走3叶圣莲？是真的啊？吴大哥，你说笑吧？那飞云六侠不知道从哪里搞了5柄恐怖的下品灵气飞剑，那5柄飞剑一出，竟如电闪雷鸣般掠空而去，速度之快，几乎让人无法捕捉他们的踪影。快还是其次，更可怕的是，
那飞剑之力早已超出了下品灵气极限，任何护体法术、符篆、灵气，在那飞剑面前都如纸糊一般，不堪一击。在场修士无一合之将，三叶圣莲毫无悬念地被他们夺下。他们说的飞剑，应该就是自己卖出去的。那飞云六侠呢？回坊市了吗？得了三叶圣莲还敢回坊市？比起三叶圣莲，那五柄飞剑才是真正的重宝吧？难道是哪个上古仙府的宝物？那五柄飞剑一模一样，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听闻有人见过柳灵人在碧落坊市的摊位散修那里买的这些飞剑。什么？问谁买的？生怕被揭穿，不行就立刻传送回去。不清楚，只知道一个新来的愣头青，炼气4层修为，只在坊市待了1日。那一日我们几人都不在坊市，未能一窥真容。他离开那日，蟾蜍道人和曹普夫妇3人前去劫杀了他。蟾蜍道人做事就是稳妥，劫杀一位炼气4层修士，还带上曹婆夫妇。我等不如啊！蟾蜍道人死了啊！他们说的就是自己，这才短短几天就出名了。难道是哪位大能游历人间？唉，我等竟错过如此机缘，可惜，可惜啊！现在不能去坊市，跑也跑不了。固脉丹是1阶中品丹药，炼制难度高，需炼气5层底子。幸好自己有灵石，这里灵气也浓郁。1阶上品符篆，不愧是富家子弟。鹰道人、天犬子，你们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黑甲巨力蝎的妖丹了。我若有50颗下品灵石，就能买上一柄臭手的灵器。他日与妖兽交手，也不至于畏首畏尾。再买上几颗丹药，突破炼气6层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若再来几张上品符防身，在这北方地界也算有了立身之本了。寒石甲。吴大哥可真的是我真表哥啊！我怎么会帮你害他？死吧！为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大哥，仙道的路太窄了，容不下你我2人。那妖丹我也想要。血炎风脉散，你下毒！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你成为他修士的第1天就杀了隔壁的小虎，引诱同道谋财害命。多年前我就给你下了毒，只要你不算计我，毒就不会发作。小兄弟，你肯定还在，帮忙杀了他，他是个解救。要是我在现场，肯定支持你一飞剑。别喊了，那小子肯定是个胆小鬼，收起你虚伪的面具吧。你胡说！桃花仙子怎么死的？他被黑甲巨力蟹抓就在他身旁，故意没出手，实则故意孤立无援，引诱他们动手。还有这玄炎风脉散，真的是多年前下的。不是前几日就暗中下毒了吗？你真以为你的无影残没人发现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会中毒？和你一样想调那小子出来，他就是飞云六侠手中飞剑的卖家，可惜这小子直接走了。我的玄阴猕猴傀儡已经探查过，周围数百丈空无一人。
一阶上品傀儡，不可能！加上黑甲巨力蝎，这一次估计至少200灵石的晋升。当反派有什么不好的？他未曾游进灯窟，一直在装，只为算计云这个身怀重宝的炼器4层世家子弟而已。大哥，我真不想杀你，可惜怀璧其罪啊！碧落宗要你死，我若不杀你，就只能给你陪葬了。幸好老子跑得快，不然保不准就被骗了。吴义先看着豪爽坦荡，没想到也是老阴货。修仙界没一个好东西，我有穿梭2界的底牌，无需为资源冒险，没必要当渔翁袭杀天犬子。还是大本营安全，炼气期修士无法悄无声息闯入。入门级够用，后续进阶对蟾蜍9毒经境界有要求，无需深入学习。这3株清风草和这2株玉叶枝，我全都要了。清风草1颗灵石1株，玉叶枝2颗灵石1株，这里一共7颗灵石。花延参、玉麦花还有七瓣莲有吗？玉麦花还好说，北荒山脉略微深入能找到。七瓣莲虽是1阶灵草，但需2阶灵脉存活，野生稀少，大派才有种植。你可去万宝堂看看。花延参只长在玄羽岩上，北荒深处有玄羽岩矿脉，炼气大圆满也不敢深入。玄羽岩矿脉在哪儿？道友报个价，这消息我买了。5颗下品灵石。行，单替我留意这几种灵草，有多少我都要。道友，你买这些灵草是要炼制什么丹药？这几样灵草似乎都不是一个丹方的。怎么，你卖灵草还要打听别人炼什么丹药？不敢，左某纯粹好奇而已。碧落坊士没听过顾脉丹，或许这丹药不适合北荒修仙界。道友想要些什么？在下身上灵石带的不多，能以丹药抵扣吗？自然可以，我万宝堂什么都卖，什么都收。10颗丹药皆是精品，道友可是炼丹师？蓝星丹毒5%以下的不合格毒丹，在碧论坊市属于精品丹药。自己瞎琢磨的。道友如何称呼？孤云子。孤云子大师，请恕在下刚才怠慢了。无妨，这些丹药一枚至少卖3颗下品灵石，收丹药按市价全价收，一共30颗灵石。1阶中品炼丹师加入宗门，地位高于炼气大圆满、筑基种子，甚至能与筑基大修士平辈相交，不敢怠慢。我要些杂书和法术传承，不用太好，大陆货即可。原来如此，这种杂书本店确有几本，送与道友便是。至于法术传承，价格可不低呀。不用太好的，一些大陆树有吗？火球树。哦，2颗灵石即可。好，还有掌心雷、金剑树，也都各来1份。金剑树2颗灵石，掌心雷要5颗灵石，一种灵根的法术都要贵一些。好，成交。掌柜的，这是10颗补气丹。掌柜的，此人的丹药也太过离奇，10颗都是精品丹药，这得炼多少炉补气丹？此人身上必有蹊跷。天下修士谁还没点秘密？别打歪主意，为了这点灵石，败坏了宗门名声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。这点丹药你看不上眼，对我来说可是机缘。炼气5层相较4层，吸收1颗灵石，仅能让灵气山增长1寸。突破炼气6层保底需10颗灵石，境界所需灵气成倍增长。闭关效率有限，需要战斗者加速境界巩固。果然，我就说会有区别的。碧落坊市的火球术威力与蓝星相似，但运行方式更复杂，需多运用3条经脉，导致施法速度慢半拍，灵气消耗多2成。怪不得这里的修士战斗显迟钝。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啊！一夜暴富，难怪这么多人当节修，正经修炼赚钱根本没法比。这修仙界可真是精彩，5大修仙界，北荒与蓝星面积相当，含吴、穆、苍、纪4国。碧落宗是苍国筑基门派，有3位筑基大兄，
也非常现实。强者为尊，弱肉强食，亘古不变。来北荒已第9天，该回蓝星狩猎场续期，不然管理员要急眼了。门票1万星币，只能在狩猎场里待3天，击杀妖兽不能超过3只。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北荒符钻威力一般，还是蓝星的符钻让人放心。补充物资，找个猎杀妖兽的队伍历练，战斗中磨练自身是修士必修课。在下秘路宗严不恕，道友怎么称呼？你是要当雇主，还是要接任务？在下孤云子，想要和他人一起猎杀妖兽。云正的修为已被摸清，无需多问。这7个都是猎杀1阶中期妖兽的合作请求，道友喜欢哪个？就这个吧。只要炼气4层修士，目标妖兽难度不大，5层对4层，优势在我，稳妥。好，明日5时在3号密室集合。孤云子，至少是1阶中品炼丹师，疑似有1阶上品，不太可能，才炼气5层修为而已。特妈的！天泉子怎么在这里？这次行动不会是个坑吧？要不要转身离开？人都到齐了，感谢各位道友前来相助。在下舒凡梦，老规矩，大家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别急，按规矩，舒道友应该先说说任务情况才是。好，这次我们的目标是一只1阶后期的冰火魔豹。大家不要担心，那只冰火魔豹已经受了重伤，正是斩杀它的好机会。我只要它的心脏和一部分血肉，剩下的你们平分。1阶后期妖兽啊，就算3位炼气后期高手一起上，也未必拿得下。舒道友真是好胆量，老娘可不奉陪了。既然找上各位，我自然有把握能拿下它。我也不是自寻死路之人。这样吧，我再送各位1人1张上品符份，如此一来，就算我们拿不下它，至少也能全身而退。说好的优势在我呢？啊！4张符篆价值32颗下品灵石，抵得上炼气中期修士的全部资产。舒凡梦至少是1阶上品符篆师，坊市除了怀天德外，竟还有第2位。好，那就依舒道友，老夫枯木，想必大家应该都认识吧？在下天泉子，老娘柳慧，你们可以叫我虎修罗。在下孤云子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还请大家签下契约，发下心魔誓言。本次行动不得背后暗算队友，契约到本次任务结束为止。若事不可为，你们也可以各自逃命。这契约只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，亦或者有劫修混在我们队伍里。看我干嘛？天泉子才是劫修，这女人眼神有问题。恕会下心魔柳慧。在下会的法术不多，让几位受累了。待会儿我第一个上。那东西就在前面了，大家小心。我的傀儡失去了联系，手机显示目标在1公里外，刚进来就缩短到300米，速度好快。孤云道友，你发现冰火魔豹了？刚刚冲进来就发现了冰火魔豹的踪迹，幸好我反应及时，不然就被他突袭了。孤云子道友的功法可真不简单，吸纳灵气如惊息百川。天泉子女越界了，探听功法是修仙界大忌，这小子没安好心，我才运转了1/10灵力。那东西呢？往那边去了。这东西绝非1阶后期那么简单。不好，这东西觉醒种族神通了！王
品血脉的冰火魔爆，舒凡梦，你看我们。是我误判了此疗的实力，大家各自逃命吧。冰火魔爆在逃跑，真是狡诈。他刚刚是虚张声势。北荒妖兽战力比蓝星差一阶，有蓝星灵气，可单挑一阶中中异妖兽。这冰火魔爆受伤，战力相当于一阶中期，是磨砺战斗技巧的好机会。冰火魔爆本就受伤，又爆发底牌，此刻必是强弩之末。抓到你了！我捏了金刚符，一阶后期妖兽还是很难对付的，我不能得意忘形了。刚刚动静也不小，恐怕引起注意了，得快些离开。一阶后期妖端至少价值70-80灵石，算是发了一笔小财。孤云子道友果然好本事，竟然能独自猎杀一阶后期的王品血脉妖兽。这妖兽内丹对我有大用，还望孤云子道友能割爱。丹药、符范、灵气、功法，孤云子道友尽管开价便是。我要破障丹的丹方，外加一门雷属性遁法，你有吗？一阶上品丹药的丹方最差也要50灵石，破障丹这种特殊丹药的丹方至少价值上百灵石，早就超过了这枚妖丹的价值。你还要再加一门遁法，岂不是狮子大开口？你自己说的急需啊，这价格能用市价衡量吗？比如延寿丹，对于你和对于即将作画的修士，价值是一样的吗？同样的道理，这颗妖丹对于你来说，真的只值50灵石吗？可以，不过你要把这妖兽的心脏也给我。那再加一门防御法术，我要金属性的。雷属性遁法更快，金属性防御法术强于雷，火属性契合自身。混蛋！好，成交。发个心魔誓言，保证这些东西没有陷阱，内容齐全。孤云子的飞剑就是飞云六侠所用的，此子绝对有蹊跷，但妖丹关乎未来，先顾自身。孤云子就是云不邪，飞云六侠的飞剑从他这里买的，他有炼气后期战力，不可贸然动手，需回去禀告上师，弥补没能杀死舒凡梦的过失。一阶上品傀儡也没把握挡下他的飞剑，否则刚才就偷袭了。少主，老奴无能。起来吧，木叔，我已经拿到了冰火魔爆的妖丹了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少主就能入门阴阳烟火真典，一切灵根相中之苦。紫霄药源秘境即将开启，少主届时必能横扫这些筑基门派的井底之蛙。但愿能成功。若以少主2阶炼丹师的实力都无法炼成此丹，那世间还有谁有资格炼制此丹？反正要磨砺战斗技巧，不回方式了。妈妈没找我，闭关的谎言没戳破，陆冒犯了几10条秦宫中检阅信息，后来知道闭关就少了。不愧是一阶妖兽中速度最快的妖兽，要不是我的飞剑术再次晋级，只怕还拿不下他。半个月提升到炼气6层，火球术飞剑术达精通层次，高中无人能及，北荒散修更是罕见。领悟3境法术的炼气大圆满，被称半步筑基，多亏金手指标板才能快速提升。
这门雷属性遁法奔袭速度达1阶上品极幸福7成，可匹敌炼气7层修士，一身灵力最多支撑5分钟。金身咒防御效果堪比金刚符，能抵挡1阶中期妖兽全力攻击2、3下。舒凡梦给的2门都是高级货，金身咒是精品法术，售价30灵石以上。万里奔雷有筑基进阶法术紫极惊鸿翼，且不允许散修购买。还有3天过年，后天必须出关，剩余2天去坊市赚灵石，再去玄宇岩矿脉，早日炼制固脉丹。炼气6层需30颗灵石灵力，海纳百川达熟练层次后，每天运转3个大周天，能吸收半颗灵石灵力，需2个月达极限。算上巩固根基，3、4个月可尝试突破炼气7层。蓝星仙门极大，炼气6层即可入学，前108名是炼气7层，1个学期内必打，手握2界资源，必入圣地。天啊，这就是仙品丹药，就这气味，都让我有突破的感觉了。传闻仙品丹药单独近乎于无，并且药力是一般丹药的2倍以上。哎，我出11灵石、12灵石、13灵石、13灵石、12灵石，15颗灵石，成交。我出双倍，全要了。售丹是为了打营生，而非单纯赚钱。一人限购1颗。大师，您这里接受炼丹委托吗？王黑虎是第一个光顾我生意的人，当初不屑我的下品灵气，如今该让他知道错过的机缘。不过他没认出易容后的我，当然收。而且我的规矩和一般炼丹师不同。大师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委托我炼丹费用比一般炼丹师高3成，同一个丹方需要准备2炉以上的灵草。不过我可承诺炼丹100%成功，至少每1炉可以出正品丹药1颗。若不成功，退还一切灵草和费用。啊，真的吗？可签契约。目前只接1阶中品和下品丹药的炼制委托。下一个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先介绍一下你们所需丹药和丹药效果。在下才疏学浅，并非什么丹药都能炼。掌柜，何事惊慌？毛毛躁躁的成何体统？仙品丹药，那顾云子在坊市中摆摊，出售了一枚仙品补气丹，后悔莫及，早知道就该截杀他。哦，补气丹而已，就算炼出仙品又如何？以他的修为，最多也就是1阶上品炼丹师。早知如此，该全力留下他，这是大功一件。追查顾云子的行踪，一旦发现，必有重赏。1阶炼丹师，若能拿下布杀禁制为己所用，连加在宗门话语权能更上一层楼。知道高调出货有风险，如今有炼气后期战力，打不过也能跑。仅巨弹筑基期仿身镇守。御剑飞行是筑基大修士，不会是为我来的吧？我碧落宗今日开启收徒大典，以黑木林为试炼地点，在黑木林中击杀妖兽可记战功，1阶初期妖兽记10点战功，1阶妖兽、1阶后期妖兽记80点战功。3日后，战功排名前10者可入我碧落宗山门，未入选者也能以战功兑换我宗门物资。天啊！300年的血灵芝，这可是筑基灵物啊！这2阶气血丹的主药，对筑基气血管有作用，虽属筑基灵物中较差的，但散修难见一次。黑木林是3叶圣莲出处，太巧了，自己秘密太多，不适合加入宗门。是谁？出来！前辈，请您大发慈悲，收留小女。晚辈身上没有什么能让您看得上眼的，这株3叶圣莲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请前辈收留。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前辈，小女是双系地灵根，还有先天通明体质，可看破一切虚妄。若前辈不嫌弃，可收小女为徒，必能继承道途，发扬光大。若前辈看不上小女，也可留在身边当个避孕使唤，只求前辈能给小女一栖身之所。你确定要拜我为师？灵儿拜见师傅。多谢前辈。以后就喊你灵儿吧。是，师傅。你们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爹和几位叔叔婶婶得到了3叶圣莲，打算庆祝一番。王叔、李叔和张姨在饭菜里下了毒，毒死了文叔和刘婶。爹用了秘法压制了伤势，杀了李叔，带我逃了出来。爹他受了秘法反噬，已是油尽灯枯了。王叔和张姨还在追杀他。爹和我逃到这地虚之中，今天早上正巧看到了前辈从这里出去。先跟我来吧。双重叠阵，阵法中最高深的技艺，2阶阵法师都无法摆出1阶叠阵。阵纹细腻均匀，宛若天成，没有半点瑕疵，就像天道自己画上去的。范围只大1点，灵石消耗就多1成。
自己才炼气6层，和炼气4层的他半斤八两，哪会叫修行？放他进阵法是有所防备。蓝星阵盘有声纹、虹膜识别和管理员密码，不怕被鸠占鹊望。先观察一段时间，孝顺就传他东西，不老实就用阵法抵3叶圣莲，谋害自己便绝不手软。方圆3公里内有5只1阶后期妖兽，其中3只1阶大圆满，炼气大圆满修士都不敢轻易涉足。化岩身就在裸露的玄羽岩上，为了顾脉刀必须冒险，没有傀儡御兽技艺，无法调虎离山。身上的魁术初解仅能修炼到1阶上品，不如等考入蓝星大学学更高级的傀儡术。这就是玄羽岩矿脉，几百吨玄羽岩才能炼出1斤玄羽岩井，属1阶次等材料，收益与危险不成正比，只能用超能力硬拼。若不敌，便传送回蓝星再做准备。这套下品灵气套装阵纹联动，防御力极强，蓝星炼气大渊盟也难破防。先取化岩参，速去速回，绝不多做停留。若遇变数，便立刻启动传送阵折返。小看了1级后期炼体妖兽，不可力敌。越级对阵不够稳妥。整个北荒化岩神符，只有我了吧？1阶极限炼体妖兽不具1阶上品符传，蓝星出品的惊雷符才勉强有余威。3个炼气大圆满也未必能赢他，足够炼制固脉丹，此地不可久留。该验证一下这套下品灵气套装的质量了，不然钱就白花了。铁海灵力1级耗尽，万里本垒消耗巨大，套装启动抽走1万灵力，虽只有1级之力，但值得。黑焰魔虎仍有1阶后期战力，周围还有其他妖兽，没必要死磕。固脉丹势在必得，无备修士，河西一战。明天过年该出关了，不然老妈要破门而入。2阶巅峰战力堪比筑基大圆满，军事管制机器人有钱也买不到，丹顶俱乐部真奢侈。您好，请出示会员卡。固脉丹完美炼制过程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吗？有，1阶丹药的沉浸式体验，会员可免费，1个月只限3次。只有3次？那我付费呢？1阶丹药的沉浸式体验不配付费，限制次数只是为了节省丹云的算力。丹云是俱乐部专攻炼丹的智脑 AI， 专业性极强。丹顶俱乐部门槛是2阶炼丹师，1阶相关项目极少。修炼式炼丹师和公开课虽有用，但自己不感兴趣。重点在固脉丹炼制体验。我选择沉浸式体验3次固脉丹的完美炼制过程。俱乐部与官方信息联通，未备案单方无法体验，只能体验补气丹和固脉丹，卡 B bug 行不通。在北荒习惯了尔虞我诈，突然适应不了休眠舱，总怕被暗算。但沉浸式体验确实真实，能清晰感应丹炉温度、灵草淬炼过程和灵力流动。固脉丹凝丹法诀3次体验，相当于自己炼丹6、7次，太给力了！我要升级绿娃 AI， 加入新丹方的记录、模拟和推演功能。暂时购买1阶丹方算力。丹并非固定，蓝星不少丹方是炼丹师实验创造，固脉高级炼丹设备都有研发功能。功法法术推演属联盟智脑专属，炼丹 AI 限制较低。丹方创新补丁，最低为2阶下品算力，价值20万新币，外加200积分。200积分相当于50万新币，合计70万。刚赋予就要破张传说劝人炼丹天打雷劈，但要使用北荒丹方必须升级系统，不能像北荒修士那样手搓丹药。买了，不联网也可以用的吧？无需联网便可升级使用。支付成功。一招消费直接破产，只剩2万新币。在蓝星不能像北荒那样乱搞，要遵纪守法，得赚清白钱。妈，阿正，你出关了。哇，这么丰盛，我们俩3天都吃不完吧？你爸今晚回来，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。父亲是炼气7层修士，竟如凡人般苍老憔悴。干货车司机这行消耗本源赚钱，企业为盈利压榨炼气修士，筑基修士送货成本太高，无法普及。阿正，拿着。爸，我突破了，不需要这个了。闭关半月就突破到炼气6层，
简直不敢想。所有辛苦都值得，儿子能考入仙门，死也瞑目。修仙界谁都有秘密，修行速度是隐私，无需深究。云正，德珠，你家阿发明年要读高一了吧？准备在哪儿读啊？我们家阿发成绩是不行，就是灵根还不错，是双系地灵根。我们家建岭走了仙门路，上嘉北第一高中问题不大。丈夫刘建岭做妖兽材料收购生意，年入几百万，有财力为儿子铺路。地灵根，以你们家建岭的财力，阿发那以后考个学府还不十拿9稳？学府？哪个地灵根天才读学府的？阿发，你可不能和那些差生比。你爸说了，你以后至少得考入仙门。如果你能考入全球108仙门，你爸就给你买辆5环 A8 悬浮飞车。真的吗，妈？好，地灵根啊，云家几百年没有出过地灵根的天才了。外公，我姓刘，不是云家的。瞎说什么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身上流着云家的血，就算半个云家人。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，哪怕是修仙，也要学好数理化。你看那些元气研究院、神将研究院，哪个不是？灵根不好，人才要努力学习，读书明理，终究不过是平凡之路。可强者之道，天生注定要直面风浪，开天裂地。圣地也好，天才也罢，敢挡在我面前的，无论是谁，我都要将他们踩在脚下。好。阿正啊，姑姑，你明年就高考了吧？突破炼气中期了没有？早就突破了。不错嘛，至少学府有希望了。我资质是一般，老实说，幸亏我理论成绩不错，考入108仙门是没问题了，圣地就没什么希望了。炼气6层了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这不是忙忘记了吗？开祠堂，请宗老，我要告慰列祖列宗，我云家要出真龙了。就是这么重要啊！没想到德明你还藏着这么个好消息。这就是网上说的悄悄努力，然后惊艳所有人吧。你给他吃了什么丹药？真是太绝好了。必可取而代之。爷爷，高考结束再说吧，这时候说这个还为时尚早吧？是啊，让阿正安心修炼吧，高考要紧。好。往年都是自己当主角，今日风头全被云正抢了。拜年走亲戚太辛苦，突破炼气6层后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，堪比前世高3模拟考全市前50，双一流稳了，大家热情的像自己筑基了一样。柳灵儿最近出去次数不多，大多时间在大阵内修炼，还算老实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最近有遇到什么问题吗？我的灵力经过阴维脉和冲脉的时候，总会慢上3分，而且修炼久了，这2条经脉也会有些损伤。关于转化5行灵力对奇经8脉的损伤率，关于隐藏经脉可无伤分流炼化灵气的相关搭配。还能这样？这些神仙理论太细致，自己的功法都显得粗糙了。师傅果然是绝世高人，窥见仙道一远。徒儿，谢师傅指点。下去吧，好好修炼。有2阶丹药推演系统，北荒2阶以下丹方都能靠蓝星设备加持炼制。只有2炉固脉丹所需灵草，已体验过完美炼丹过程，问题不大。蓝星与北荒丹方不同，怕草药差异导致炼丹失败，开启新丹方推演功能。安丹房开始炼米丹，没有 AI 辅助控火，只能靠3次沉浸式体验的经验，和北荒炼丹师手搓丹药没区别。考验真实实力的时候到了。只达到完美炼丹过程的60%，单独大概率超标。在蓝星算失败，在北荒已是1阶中品炼丹师，此次全靠沉浸式体验，小看了丹鼎俱乐部。这功能在北荒是上古瑰宝。记录分析完毕，是否开始模拟推演？开始。请为此丹药命名。固脉丹。固脉丹推演开始。蓝星插电即可。这里灵草来路不正，联网会引来稽查司。固脉丹第1次炼制过程推演完毕，优化度45%。第1次推演优化度最高，后续会随炼丹次数增加逐渐降低。固脉丹第2次炼制过程推演完毕，优化度21%。在蓝星不算合格，绿蛙 AI 的固脉炼制过程仍有提升空间。
02，师傅，我在。这是为师炼制的丹药，名为固脉幡，可以巩固根基，强化经脉，可以解决你经脉受损问题。北荒的精品丹药对我来说单独超标，但若入乡随俗，这就是精品丹药。自己是疼爱徒弟的好师傅，只是自己偏爱仙品而已。固脉丹从未听说过，难道是师傅为我自创的？半日便自创丹方，还炼出精品，师傅是神仙吗？几颗精品丹药而已，至于这么看我吗？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，师傅。一阶灵草竟能炼出如此神效，师傅真的是仙人吗？有纯技术手搓固脉丹的经验打底，我如今也是石大师的1阶中品炼丹师，正好借着这3份委托摸透北荒丹道的底层逻辑，顺便把孤云子这个丹师名号打出去。委托人周天明，炼气6层修士，出自碧落坊市第一家族周家，是碧落宗之下的核心势力。青木丹是炼气期基础润脉丹，成本低，容错率高，就算炼坏了也赔得起。一炉灵草全废，颗粒无收。检测到炼丹失败，颅腔压力异常已修复，是否启动丹道推演模块？请输入目标丹药名称。青木丹。青木丹第一次炼制过程推演完毕，丹方按操作优越度77%。北荒炼丹的手感总算找回来了。果然，斗灵丹没那么好拿捏。优化度82%。2颗仙品，这波不亏。哟，孤云子大师，您可算来了，小的在这儿等您大半天了。幸不辱命。5颗青木丹，正品。 4颗正品，1颗精品，孤云子大师丹技超凡，周某佩服。孤云子大师，这次还接委托吗？我愿出每颗丹药5颗灵石的委托费，恳请孤云子大师出手。孤云子大师，我有个女儿，最近有点要事，至少要3、5个月后才会开炉炼丹。 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，就是，区3、5个月而已，就算10个月都行。待我完成上一次的交易契约再说。老地方老规矩。是。前几日还说笑的雇主，竟已离世。北荒修仙界死人如家常便饭。啊，是孤云子道友啊！可惜了。 他前几日参加碧落宗的入门涉猎，死在了黑木林。唉，这些大派的山门哪有这么逻辑？这是斩道友生前托我炼的火海丹，多的算我的随礼。大师，孤云子大师乃仙人也。 这是我夫君的下品灵器阴阳双环，如今已经残破，威力不及全盛时期3成，各位随意出价。3颗灵石，4颗。高峰才造一把灵器，灵下。这是里面有3滴百年玄灵中灵，10颗灵石起拍。百年玄灵中灵是炼制1阶上品扩张丹的主药，2阶丹药也常用作辅料，可遇而不可求。11颗灵石。啊，18颗灵石。 7颗精品补气丹，出价已超20灵石，和炼丹师竞价不明智，且此地少有人能用上玄灵中融。孤云子大师，孤云子大师打算去找刘道友吗？不错，展夫人有何指教？只怕大师会白跑一趟。他不会也死了吧？没错。 昨日黑木林爆发小规模受潮，参与试炼的修士死了9成。刘道友，黑木林是3叶圣莲出世地，又是碧落宗入门试炼场地，如今再爆受潮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
那碧落宗的入门试炼怎么办？还继续吗？继续啊，当然继续。碧落宗还将战功奖励提高了30%呢。碧落宗这次的收徒大典持续的最久了。筑基大派的阴谋可能危及性命，非绝境绝不暴露穿越金手指。黑木林尸横遍野，兽潮虽退，妖兽仍多。刘远洲竟被3头1阶后期妖兽撕碎，无亲无故。回来啊！1阶中品金元丹和气血丹辅药与破障丹重叠，委托人给4、5份灵草，1块筹旗破障丹辅药。第3个委托，1阶上品神石丹，委托人是戴面具的3阳上人，给出3炉灵草，表面炼气7层，实则炼气大圆满，此人大概率在准备筑基。交易内容只有2人知晓，炼出丹药前自身安全，交易后各凭本事，同时自己也该筹备筑基。我是掘你们祖坟了吗？雷属性身法万里奔雷，此人是碧落宗之人，亦或者是五云山弟子。哼，若是宗门子弟，何必来访世讨生活？散修有如此炼丹术，恐有特殊体质。真赖皮！堂堂大圆满修士，竟然还用盾符来追我。孤云子大师，我可没未得罪你们吧？几位为何要紧追不下？老夫乃张家大长老张弘富，对你没有恶意，只是想邀大师一叙，没想到竟有劫修窥视大师，这才引起误会。无非是想让我加入张家或下禁制，一辈子为其炼丹。我自由散漫惯了，受不了约束。张道友的好意，我心领。回水剑雨。孤云子大师，何必如此？我张家有上百修士，4位大圆满修士，附近数百里内，除了碧落宗之外，就属我张家灵脉最为浓郁，绝对不会辱没了你的身份。不知多少散修想做我张家供奉而不得呢？周老怪，你干什么？拿下他，我们再各凭本事就是。这时候拦我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孤云子大师，我为你打下他，你快走！我最是不耻这老贼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暗地里却做着男盗女张之事。他张家和劫修也没什么两样，周家才是劫修起家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在这里装什么圣人？他真的跑了！有我在，你休想伤害孤云子大师！你周太渊就是3阳上人，生物探测 APP 有标记，周家不缺修炼资源。周太渊是盯上自己的炼丹术，神石丹丹方重要，他筑基后必会灭口。孤云子道友，我乃碧落宗真传，特邀孤云子道友加入我碧落宗。我碧落宗的供奉长老每月有5颗灵石的俸禄，每炼1炉丹药都还有另外的报酬。不感兴趣，自由惯了，多谢好意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死吧！我去，这家伙是来劫杀我的。筑基，不，还差了一点。孤云子，好得很。小看了这炼丹师，底牌不比大牌真传差。孤云子的马甲废了，丹药不能亲自送，需换马甲，或学傀儡术、御兽术。师傅，您回来啦！他才炼气4层，送丹药九死一生，不能害他。此事从长计议。最近修炼上有遇到什么问题吗？就是，这是蓝星修仙理论的基础。你看，这个是啊，就像用血宝莲的颜色啊。云正，你看，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炼气3层了，恭喜恭喜！炼气3层有考上学府的机会，陆茂理论成绩中等，55开，已是基层家庭孩子的优秀水平。这个寒假除了过年我就在干活，年前工地搬砖，工淘只收炼气6层，我压到3折工资才获准兼职，晚上送外卖，不敢用灵力护脸，等风吹的脸糙。年后洗盘子卖气球发传单，最多一天干10份兼职，攒了8000买了蓝金灵液，昨晚刚突破。
寒假我去了一趟狩猎场，这是我剩下的，你拿去卖了。狩猎场一阶上品符传，我操，你中500万了！我又没背景，怎么可能中500万？别逗，岳老师资助我的，你拿着就是了。资助？凭什么？岳老师凭什么资助你？快说，快说你是骗我的！求你了，快说这一切都是你瞎编的！快说啊，兄弟！怕兄弟吃苦，又怕兄弟开路虎，别耍宝了，是真的。你真的要走炼丹师这条路了？没错，我对炼丹挺感兴趣的，而且我天赋也还不错。你脑子坏掉了吧？炼丹要什么天赋？还不如跟我刷盘子呢！你爸妈没打死你？没事儿，我把锅都丢给你了，记得下次我妈问起来别说漏了。怎么样？一个寒假，你可有什么长进？还行。好，那我等着你。没兴趣和中二少年置气，答应约战只是怕他乱咬人，问道长生才是终极目标。罗老师好，特意在此等候云正。寒假欧阳远仗着家族人脉为难自己，必须反击。听说你和欧阳远有个3月之约，还剩下2个月，有没有信心？约战的时候你明明在场，还装听说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尽力就好，打不过就投降，手上抬头，投降最稳。对老师要实话实说，我手上还有一个法术传承名额，不要小看老师，老师有3门2阶传承。自己地位不如岳熏柔，每年只有1个不限层次的法术传承名额。有的2阶法术炼气修士可施展，虽难发挥最大威力，消耗高，但性价比先到高考前难达精通的1阶法术高，还能当高考实战底牌。对付他10拿9稳吧。好，不错，我知道了。城外意外联盟官方不深究，稽查司不出城查案，需官方授权 AI 拍摄的视频才有法律效应。5个案例中，3凶手判死刑，1无息，1被通缉且加入圣杖校。我听说我们班的欧阳远和云正相约切磋交流，这非常好。修士就需要不断在实战中提升自己。是有这回事，罗山老师到时候记得来客串一下裁判。你们都知道，作为各科老师，我们都有各自的传承名额。正好今年我的法术传承名额没用掉，这次就为你们添个彩头。这次实战切磋，胜利者可以从我这里挑选1门法术。啊，这是啊！早知道我就和你约战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脑子呢？我会输吗？你以为罗山是给我们送福利的？他就是要把事情闹大，这是想让我丢人。哼，难道他还以为云正能赢我？自己不是傻子，心思谋略比一般同学强，看穿罗山的用意。上学期末罗山平庸被取消，这学期有新老师调入，学期结束会有3位老师被调去外城郊区注重。罗山在备选名单中，背后有欧阳家人脉推动。罗山支持自己是为反击，想借自己打败欧阳远，降低其在高层眼中的价值，同时靠指导自己的名声站稳脚跟，避免被调走。今早才临时决定，因为门卫老乡告知自己突破炼气6层，且自己没修炼练习功法。罗山修炼了灵木，一眼就看穿了修为。炼气6层确实不错，但比欧阳远还差一点。你确定要压注在他身上？没错，老姜你传给他就是了。江北川欠自己一个人情，考编上是这辈子最大成就，绝不容许前程被破坏。云正走炼丹师路，日后成就不会差，对赌不亏。罗山看中自己手里的2个传承名额，为还人情，需尽心尽力。可以在姜老师这里选择2门法术或者功法，不过要和我签下对赌协议。如果你赢了，这2门传承算是我送你。只招一日你成为2阶炼丹师，需要无偿为我炼制指导方面的事。一来你也不欠我的，我们算公平交易。是筑基丹。筑基丹是2阶下品丹药，价格比一般2阶上品贵10倍不止，可不能轻易踩坑。放心，不会让你炼筑基丹的。我今年都70多岁了，反正我这丹药的价值不会超过一般2阶下品丹药的2倍。炼气修士寿元约120岁，60岁前无法筑基，气血衰败后筑基概率直线下滑。罗老师看着只有40多，正值壮年呢。我教的学生多了，也不指望你们功成名成能记得我。我们俩公平交易，谁也不欠谁的。2阶法术我也会几门，可以传给你。可以，多谢2位老师。2门法术传承于1颗2阶将筑丹药，自己正缺少蓝星可用的法术，蓝星法术可在北荒使用，且蓝星法术更精妙。2阶功法锁心剑路、紫云经、聚灵秘诀，可修炼到筑基大圆满，甚至金丹初期。有配套秘法或后天体质，但炼气阶段海纳百川，修炼速度碾压一切，暂不换功法。境界碾压比战力更重要，这是攻金剑诀和飞剑术融合而来的2阶飞剑术，可是却更侧重速度。金属性灵力的锋利加持效果偏弱，需要在灵气方面弥补。他去哪儿学根金剑诀？飞剑术倒是熟练层次了，对这门法术的入门也有一定增益效果。就他了。
雷印迷踪步雷霆掠影，闪躲灵活，适合短距离战斗腾挪，与万里奔雷不重复。虽为一阶，但适配自己。好奇万里奔雷的掌控度是否能加持此身法？好，这是功法预检，备案无法更改，双方各取所需，不欠人情，正合心意。仙院管理司认证师徒后，自己的成就会给罗珊带来绩效加成和功勋奖励，助他平庸，对两人都是双赢。如今施展飞剑术威力更甚，堪称半步筑基战力，但需消耗9长灵力，仅能当底牌。雷痕迷踪步受万里奔雷加持，100米内可现6、7道残影，难辨真假。距与欧阳远约战只剩3天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突破了。优化度还算不错，再试一次。破障丹灵草仅2份，失败则突破延迟。第一次炼制过程推演完毕。劣品、正品、精品，没有一颗合格的。精品单独3.2%，超标3倍多，但北荒修士能吃，自己也能吃。罗山静压云正，观其气息，确已突破炼气7层。今年高考或有人入圣地。此阵以修士带灵石为人珠力，乃罗山申请开启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快点结束吧，我还赶着去约会呢。最后提醒一句，点到为止。如果闹出人命，那就只能去稽查司喝茶了，什么背景都没用。即便云正输了，也不想他丧命。灵根驳杂，资质低劣，侥幸7层也敢妄想翻天，可笑！好快！欧阳远的飞羽剑术已达熟练之中，战力在嘉北高校圈能排前10。那是精通层次的飞剑术，他的剑术不但快，而且力量凝聚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。云正简直就是为剑而生的天才，确实不错。精通层次，1阶法术，单比2阶筑基法术，云正有60把握考入圣地。啊！两翼剑法，那不是体修的近战技法吗？是如影随形身法，糟了！7道雷痕残影，这是精通层次的雷痕迷踪步啊！精通层次的法术，这云正的悟性，莫非有特殊体质？可惜了，遇到了如影随形这变态身法。如影随形是蓝星体修最精妙的一阶身法，能随对方气流而动，10米内可克制所有一阶身法。高深的法术，你这种泥腿子根本无法想象。你不会以为江北川那个穷酸果随手丢给你的东西是什么好东西？早已知晓罗山、云正和江北川的交易，校园内遍布自己的耳目。拿出你的筑基法术来，看看能否击败我。不能小瞧富家子弟的底蕴，若无罗山帮助，此次怕是会输。幽冥鬼屋！云正，这一次我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差距。云正，就算你拼尽全力，也只能活在我的影子里。这就是你和我之间的差距。像你这种人，不配站在我的面前，更不配挑战我的骄傲。这就是你的命运，永远都只能被踩在泥里。既然你想杀我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好，熟练层次的金风烛影剑诀，非常不错。半步筑基战力，
云正已锁定圣地名额，联盟数千年修仙高考仅出现过一次炼气期，掌握熟练级2阶法术的情况，估计联盟律法飞剑偏了本分，断臂可被蓝星科技治好，败得不远。云正威武，云正牛逼！你很优秀，这里有3样奖励，你可以选择1样。谢谢校长。紫莲圣典是9件圣地顶级功法，考入后或需准修。五元归一20岁前修炼效果倍增，仙门大学可兑换，但时间紧迫。筑基丹丹方对自己意义非凡，却难筹灵草，选择一路切然。我选5元归云，好好修炼，2个月后就是高考了，到时候稳定发挥，不要有心理压力。校长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一定为3中争光。那我就先去上课了。这沉稳的心思和我们这些老狐狸似的。此子若能筑基，日后不可限量啊！此术兼顾敛息和易容，正是自己所需。虽消耗不大，但需2阶天材地宝，颇为费钱。云正，你怎么突破到炼气7层了？此事无法解释，敷衍回答会伤感情。太厉害了，那一剑我心都在颤抖。恭喜恭喜，自己曾比云正高1层，如今云正已是炼气7层，还拥有半步筑基战力，锁定圣地名额，两人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你确定要走炼丹师这条路吗？其实以你的天赋，不如走战修的道路会更好一些。云正修仙高考前已有2门精通级法术和1门熟练级2阶法术，天生适合战修，且战修地位最高，联盟主席皆为战功赫赫之辈。战修不适合我，为什么？我怕死。老师，嘉北区终究只是一个小城，灵草资源配比很少，在这里确实很难等到一阶中品丹药所需的灵草。等你考入圣地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灵草稀缺是资源分配问题，优质资源优先供给高层和优质高校，底层修士优先级最低，看来只能如此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在百草阁有些职位，可以安排你进去实习。不过百草阁对炼丹师的技艺要求有些高，一般都要求1炉10丹全部合格，未满足的部分需要自己倒贴。很多1阶上品实力的炼丹师都只敢在百草阁炼制1阶上品丹药。我最多帮你把要求降到1炉9颗合格的地步，你愿意去吗？蓝星炼丹师地位极低，剥削严重，但这是难得的炼丹机会，或许能收获精妙凝丹法诀。当然愿意，谢谢岳老师。哎呀，小兄弟，没想到岳丫头说的朋友是你啊！早猜到是云正。几个月前的小家伙，如今已有半步筑基战力，熟练级2阶法术，令人惊艳。豪门子弟也难做到。庞经理，你和岳老师是朋友吗？哈哈，你们岳老师和我们小姐是好朋友，我们也算是认识。百草阁小姐是段家小姐，大夏大区丹药3巨头之一，岳老师背景深不可测。你们这里的炼丹师是什么待遇？看在岳家丫头的面子上，给小兄弟你和正常炼丹师一样的待遇，只是你的考核会低一点，1炉9颗合格的就行，每月保底可以让你炼丹1次。无底薪，1炉丹药仅500星币辛苦费，签劳务合同无社保，比外卖员还不如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想炼制什么丹药？固脉丹。没满足考核要求的话，每少1颗丹药都需要自行承担费用，1颗固脉丹5万星币。你想清楚了？那还是补气丹吧。劳务合同无约束，能干一单是一单，既能赚星币，又能提升凝丹法诀掌控度。基层修士为生计奔波，只关注修仙高考，校园决斗每天都有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你买了些什么回来？我这次买了20斤灵米。师傅，最近的灵米和妖兽肉的价格都跌了3成呢，我就多买了一些。哦，那其他东西的价格可有变动？师傅，你怎么知道其他东西也有变动？仿式的丹药都跌了些许，不过一些战斗丹药和疗伤丹药却暴涨了2倍不止。山雨欲来啊，最近少出去。黑木林秘境与1000年前紫霄宗有关，需紫霄令才能进入。碧落宗公开3枚令牌，带出引魂果。引魂果是筑基丹主药，仅玄田天宗有条件培育，自己绝不参与。筑基修士云集，去则必死。怀天德与无意仙的死，或与碧落宗有关。天犬子设计坑杀数千散修，借机加入碧落宗，手段高明。幸好当初未正面冲动。
此术共3层，第1层可控制1只傀儡，第2层2只，第3层3只。制作之法粗糙，分血肉傀儡和机关傀儡，血肉傀儡更方便。还是失败了。这可真是一门粗陋的傀儡术，不过总算练成了。第2次终于练出10颗合格补气丹，不愧是月丫头看好的学生。你的炼丹术在这个年纪的学生里也算是顶尖的了。多亏了庞经理的照顾，接下来我打算练固脉丹。万一……我确定，配得起，放心。下个月尽量给你安排。谢谢庞经理。要2份补气丹灵草。可以炼制出20颗仙品补气丹。是仙品补气丹呐！我一直以为贷款上班是个形容词呢。我可不能让岳老师失望啊！扣掉36，净赚24万。找罗山借的钱，半天还清。他能猜到我采购灵草了。36万在1阶炼丹师迪宝互助群里出现频率极高。先生，您再看看吧，我们家10年前的傀儡都能7折回收呢。没有零实操。这款傀儡配备5行剑，还有氮气推进。氮气用完可以用灵力驱动吗？当然可以。100公里消耗多少？10公里需1只炼气大圆满人猪人。用时呢？没试过，我们没有灵石。现在真是贷款上班的超级牛马。对炼气修士来说，这收入已十分丰厚。转告你家主，丹药炼好了，按其1/3归我，3炉共列7正6精3仙1，我只取仙品1颗，其余送他。家主何时委托炼药？这人也不是顾云子，只吩咐过他出现要及时通知。谢爷。丹装含量1897度，超健康标准3倍，建议1年内不要再服用任何丹药了。看来接下来要戒丹药了，不知道进度会慢多少。北荒散修功法需8年10年才能积累满炼气7层灵力，即便有丹药，吸收效率也远不及自己。海纳百疮堪称降维打击。去年8大圣地有3位筑基学员，炼气9层及大圆满不计其数，绝非平民家庭能培养。权贵阶级或可无视联盟律法，灵石不可交易的规定，或许只为保障其利益。联盟开采的灵石去向成谜，筑基丹对他们可能并不稀罕。蓝星底层修士灵根不佳，资源匮乏，多数人一辈子卡在炼气7层。父亲云德明便是如此，而坐拥2界资源，我今晚就可以冲击炼气8成。明天就要高考了，今天还在修炼，真认真啊！炼气8层，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考试正式开始。考试到此结束，请各位考生停止作答，违者视为作弊。下午将在第3运练场进行实战考核。云正同学，好久不见，不知几分长进，希望别拖后腿啊。谁拖后腿，一会儿自有分晓。还不赖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家伙。区区练气8层妖兽，不堪一击。欧阳远，你要装死到什么时候？少来指挥我！该死，为什么这么硬？还是差一点点，刀都钝了。原来这就是真正的金风烛影剑诀，手中无剑而心中有剑。欧阳远，还想考圣地就给我站起来发死力！少废话，知道怎么做。该场实战考核到此结束。欧阳远、云正，实战考核满分。下次再见，还是对手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你还是那么幼稚，随你好吧。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颠沛流离的夏天，那场激情澎湃的高考，我的新生由此开始。